今天讲防疫，很多人以为啊，古代没有疫苗，那中医面对瘟疫一定束手无策。但实际上啊，中医抗疫积累了2000多年的临床经验啊，从最早的抗疫经典，到近代瘟疫，再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啊，中医一直有一套完整的防疫思路。那今天我们就用现代语言讲清楚中医防疫最核心的3个方法。对啊，你看那个中国历史上没有毁灭性的疫情。对啊，那欧洲数一下就死了多少人啊？是西班牙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从一个事实说起啊。那检测结果显示阳性，其实不一定代表你已经发病。那阴性呢，也不能100%的排除感染。那检测更多的只是提示相关微生物是否存在了，而不是直接判断你有没有被感染和发病。这一点很重要。现代医学证实啊，人体它并不是完全无菌的。那我们身体外界相通的部位，比如皮肤啊、呼吸道啊、肠道啊、生殖道等黏膜上啊，有海量的微生物。统称为共生菌，数量呢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多，这就形成了人菌合一的互利共生共存的关系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病毒细菌啦，而是身体屏障是否被破坏，免疫系统是否失衡。如果人体的边界发生损伤，比如黏膜破损啊，屏障功能下降，大门敞开的话，那么原来和平共存那个共生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捣蛋的那个致病菌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共生菌又被称为机会病原体机会致病菌啦。这就像一个钉子，我放在手上不会引起感染，吞进肚子通常也没事。不要看。如果钉子插进去，扎进皮肤里面或者刺伤黏膜经过，那就可能引发红肿热痛，是吧？对。那这些微生物也是一个道理。那只有当它们突破人体屏障，并且达到一定多的数量的时候，才会引起感染和发病啦。有没有不重要对，有没有生病才重要。是，要看症状。对。所以对于病毒检测大家不用太害怕，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啦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它壮大发展成感染就行。那么一旦身体出现伤口，比如说长期抽烟损伤呼吸道黏膜啦，酗酒破坏胃肠黏膜，熬夜干扰人体的恢复修复啦，那么病原体就更容易趁机突破黏膜这些防线了，引起呼吸道胃肠道的感染，还有其他疾病。所以防疫的第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减少损伤那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对，现在人都是自己作死。对，就是不要抽烟，不要酗酒，要避免熬夜。最重要一点要多喝水，补充水分。这很重要因为无论是呼吸道、消化道人体内部的这些黏膜都需要足够的湿润。一旦黏膜长期干燥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微小的损伤破损对，那防御能力就会下降。所以不只是我们皮肤需要保湿，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环境这些黏膜也是一样需要保湿。那我们人体从存在病原体到真正突破人体防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那在这一个关键阶段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不会坐以待毙啦，而是会迅速的调动免疫细胞进行清除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防疫的黄金期了。那这时候那怎么去帮助身体提高防疫效率就非常关键。那这里就有3个要点，大家要做到。第一个就是升温，因为比较高的温度它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跟循环，那可以很有效的抑制病毒的活力，同时呢能够提升免疫细胞活性，让免疫细胞更高速高效的工作。那中医最擅长用一些食物来升温。最经典有效的食材生姜，我的最爱。生姜中的姜辣素它就会刺激人体的一个叫香草素受体1它会让身体开启产热模式，那同时促进血液循环。所以我们吃完生姜就感觉身体发热手脚变暖，甚至出汗我爸最喜欢的姜丝炒蛋。好，喜欢吃泡姜。什么都放姜。对，很好那所以说，通过升温还可以降低病毒附着在呼吸道细胞的能力，因为身体温度太高了，它们就自然待不下去了，
可以有效抑制病毒活性，干扰病毒的复制过程，那让病毒啊不能够大量繁殖。可见这个姜真的是好用，很重要啊。那我们平常啊，除了做菜配一点姜，还可以泡姜茶。这个我可以接受。很喜欢。米生米七啊，配红糖对吗？对对对。那我们通常啊，你还可以啊，生姜3片，陈皮9克，这个样子热水冲泡啦。那喜欢甜的，你就配红枣啊、蜂蜜啊，还有一点红糖啊，比较适合女性经期还有老年人身体虚弱的、容易疲劳的、平时又怕冷、手脚冰冷的，就有很好的防疫的效果啦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姜的味道，有些人怕辣嘛，那也有别的办法啊。只要是有辛香味道的食材，比如肉桂、丁香、胡椒、豆蔻、八角等香料，都可以起到升温抑制病毒的作用啦。中医就把这种借助辛香气味改善环境状态的方法叫辛香避秽。这个秽就是不好的病原体啦。那在东南亚地区啊，很多人啊长期吃咖喱嘛，那像其他地方就吃卤料，也是有大量的辛香香料啦。药材汤都是一个道理。肉骨茶。肉骨茶，素肉骨茶。素骨茶。对。那据说新冠期间，印度的重症死亡率相对更低。对。好像就是因为他们传统的印度饮食里面吃超多的咖喱啊、辣椒等香料。对，一直不活性是真的是有道理啦。其实别说吃，你就是嗅这个香味啊，也可以起到防疫的作用。那中国古人就随身携带香囊的习惯，尤其是端午时节啊，人们就常用那个艾草啊、藿香啊、白芷啊，就等等这些啦，制作香囊，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防疫的智慧啦。除了饮食，我们讲适度的运动同样重要。运动也可以帮助身体升温，促进循环。不要一听运动好就拼命去做啊！这里特别强调要适度运动。如果过量剧烈、长期透支式的运动啊，反而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。这句话好，这句话记下来。什么叫适度运动？我没有逼你运动哦。一个简单标准就是运动时还能完整的说一句话，不明显气喘通常就属于适度了啊。那这里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动作，就是搓掌心，把手掌平放在胸前，然后平行的搓手心的鱼际，搓到手掌发热就可以。每天做3到5次，可以促进循环，改善手脚冰凉。那对升温防疫也是很有效。同时，你看这个动作啊，做的时候手肘是撑开，那么我是不是也打开胸廓，就更好的舒展心肺啦？对老年人、体弱的人尤其适合。而且你做完那个肩胛骨是有酸胀感觉的，所以做完你可以放松一下肩膀啊。之前我们在讲疼痛的视频里就有介绍过艾灸，对吧？艾灸啊，温阳扶正，有效的提高免疫力。我们原来在肿瘤科的时候就有遇到病人白细胞太低，打生白针又没有效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主要用艾灸，对，叫生白灸。每次老师叫去灸。对，真的是非常好用。对，那大家平时可以艾灸2个常用的穴位：足三里和尺泽。足三里在小腿的外侧，那么这条正中的这条骨头是胫骨，我们先找到这个凹陷，这个凹陷是外膝眼，然后我们用自己的4个横指从外膝眼这样往下4横指的距离，这条水平线上。对吧？大概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是胫骨往外开1指，那么差不多是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往下按因为穴位它是立体的一个空间结构，它不是具体一个点，所以以手下按压双胀胀的，这样就对了。尺泽穴在肘窝，这个叫肘窝，这条肘横纹线上，然后我们手这样的时候可以摸到一条筋，它就在这条筋靠外侧。你看，这样凹陷下去，肘横纹上，肘窝里，这个是尺泽。第2个要点就是活血，良好的循环可以把免疫细胞更快的送到脏肠，那么在病毒大量复制之前，就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了。那中医讲辛香走创，辛香通窍，那很多辛香类的食材本身就能促进循环，就可以活血啦。比如生姜肉桂咖喱等香料都属于这一类。
餐餐是咖喱。对啊，而循环的核心啊，其实离不开心肺功能，所以维持良好的心肺状态对于整体的免疫能力啊非常重要。尤其心脏负责泵血，那心脏的强弱啊直接决定血液循环。而强心的话，中医最爱用、最常用的药当属肉桂了，对吧？肉桂啊是补益性的强心药，可以直接强心，也可以扩张血管。建议大家可以用肉桂粉来保健，每天3到5克就可以。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肉桂保健的作用啊，可以看看我们这2个视频哦。大家还可以练一个简单的呼吸法，叫双呼吸，用鼻子呼吸，吸2次，呼2次。这个方法可以按摩心脏，加强整个血液循环。那平常心肺不好的人也可以保健使用。第3个要点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，就是通肠。中医说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对吧？那现代医学啊称肺肠肿。那肠道不仅仅是消化器官，而且是免疫器官，是人体最大的免疫防御前线。肠道里有海量的免疫细胞和淋巴组织。那现代医学也确认95%以上的感染性疾病与消化道有关。肠道里的微生物菌群的好坏直接影响呼吸道的免疫功能，所以不能不重视啊。这很容易忽视啊。对呀。因为现代医学太重视局部的。就是你呼吸道，那你就会呼吸道问题。对呀，头痛医头慢啊。那么要培养好的肠菌啊，首先我们就是要减少吃加工食品。少吃高油高糖的食物，减少损伤啊。那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。我有一次我妈妈找我，把那个面包饼干给我，跟她说要少吃。她说这个不是加工食品。很多人不了解啦。对的。中医里就会用一味药来保持肠道的健康和通畅。芍药非常好用。非常好用。但是平时保健单独吃的话，味道不太好，没有人会吃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食物——白萝卜。白萝卜有很好的通肠、促进排便的作用，可以帮助培养好的肠道菌群，促进免疫细胞活化。在中医里还有化痰理气的作用。那很多经典方剂里都会用到莱菔子，就是白萝卜的种子嘛。对。比如说治疗老年人的咳嗽。3支养亲，还有3个孩子养大，里面就有莱菔子，对。那用来调理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问题非常好。我就觉得这个马来西亚人不够重视。我每次去超市看他打半折，最多就是白萝卜。对啊，都没人吃，不爱吃啦。对啊，因为味道有一点。不会调其实超好吃。我们平常就可以多喝一点白萝卜汤。那可以加生姜、海带就是一道完美的防疫汤啦。对啊。培养肠菌的话，还可以吃一点无糖的酸奶，这时候撒上一点肉桂粉强心是吧？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DIY，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食物组合一下。对，就上次的咖喱加酸奶超好吃。是吗？那么运动方面呢，可以做收小腹这个和腹式呼吸、深呼吸一个道理但是它重点是收缩下腹部小肚子，其实就相当于是给肠道按摩啦，可以刺激腹部的循环，促进肠道的蠕动，改善消化，还能激活肠道的免疫细胞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传统中医防疫的精华，归纳为3个要点：升温、活血、通肠。中医里指导开方用药的始祖《伤寒论》，对，中医第一书。那里面的经验方被称为经方，那么经方里面被称为经方之魁的方子，第一名就是桂枝汤。桂枝汤里面就5味药，就是贯穿了这3个要点：肉桂活血，白芍通便，生姜升温。再加上大枣能够补充营养，甘草呢能提高方子的寿命，让药效更长久稳定的发挥。这个就是中医防疫集大成思维在临床的表现啦。所以中医防疫的核心从来不是简单粗暴的杀病毒，而是保护人体本能，改善人体的微环境，改善自愈力、循环能力、屏障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《伤寒论》流传2000多年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鼓掌，可以拿诺贝尔奖，是吧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自己临床用超多，而且很多很厉害的名医啦，就中国的也是很会善用经方。所以没有
这个毁灭性的疫情，从来没有。哦，中国历史上是没有，真的。所以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伤寒论的故事以及临床实用技能分享啊，可以观看我们的伤寒论经典实践课程。想要了解更多中医防疫的超现代思维，可以看看这几个视频，都有详细谈到了。好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可以按赞订阅，然后分享出去，欢迎大家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